我们从头捋一下。老马，平时7点钟起床是吗？对。411那天，你可起早了。头一天晚上，你用娴熟的手艺制作了假枪和假炸药。你本来就是技术员出身，这点活难不住你。第二天凌晨，你伪装好了出门，穿过马路，从西北角翻墙进入了对面的锦上苑小区。为此，你还特地买了一双44码的大鞋。接着，你就盗取了个体老板许光的摩托车。做完这些，天还没亮。为了躲避监控，你选择从后面。但是，你通过丽湖大桥之后，刚下桥就发生了意外。是心情乱啊，还是车辆不熟啊？路上撞了个菜农是吗？但只耽误了你几分钟，没有扰乱你整个计划。那下一步就应该去抢劫了。不是抢劫，第一次去，你还是送水。我骑着摩托车呢，怎么能送的水啊？那你早起2个小时干嘛？之后，你还是按往常一样去送水。你平时都是7点半出门，送水的路线大致相同。这一点沿途的监控可以证明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要制造出4月11号这一天，你是在案发之前到过现场的证据。你知道，我们马上会找到你。那一次你跟我说过，你那天离开金星典当行是在8点40分。金星典当行是8点半开门，由于李兵假释，整个监控系统是坏的，其他人都去催债了，店里只有李兵跟他的秘书盈利，这你了如指掌。还是你疼我啊！如果说第一次你是送水的话，那第2次去，大戏上演了吧？每回我在脑子里复制这个场面，都像亲眼目击一样。你当时做的每一步，我都看得很清楚。正如你事前预期的那样，整个抢劫过程十分顺利，前后只花费了5分钟。但有件事情你没想到，你抢钱的同时，无意间拿走了李兵一个记黑账。有趣的是，得手之后，你居然还说了一句英语。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。你还记得吗，老马？就在这附近，我跟你嘟囔了一句。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。你假装听不懂啊？是不是我一转身你就重复了一遍？好，再见。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。那次我在你家，无意中发现你员外务工的奖状，当时就想，这句嘴边上的客气话，你肯定不会。你很聪明，先是一路向西狂奔，很快
就拐进了那条很不起眼的古树巷，企图制造一个外地人流窜作案的假象，以扰乱警方的视线。这条巷子不长，正面临拆迁，全程没有监控。以正常的速度，步行也不过3分钟，而你呢，却在那里待了整整7分钟。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？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张大爷，您能借我个马扎吗？好，车胎扎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自己能补啊？能补，我带着工具呢，怎么着啊？老马，补胎这个游戏玩的不错呀，算是精心设计吧。我猜那轮胎是你自己扎的，对吗？我为什么要扎轮胎？目的有2个呀。第一，你可以藏匿赃款；第二，这段时间你没离开过古树巷，那个张老头就算是人证了，没错吧？见过，最近几天见过吗？典当行出事的那天，也就是在上午9、10点钟的时候，在我们这借了一个小马扎去补的轮胎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张老头去遛鸟刚一转身，你扭头就换上衣服，骑着摩托车穿过古树巷去的哪儿玩？这段路你十分熟悉，事先你就已经踩好了点，知道这处废弃的厂房曾经闹过命案，平日几乎没有人过。第2天，当我走进这个现场，得到的第一个感受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是你选择了一条近乎完美的逃逸路线。你在这里丢弃了摩托车和那些假玩意儿，接着便是改头换面，一切做得井然有序，毫不慌张。这些我至今好像都是历历在目。然后你就匆忙去了对面的9路公交车，因为整个南二环眼下就只有这9路车上没有安装监控，这有利于掩盖你的行踪。虽然兜了一个圈子，但你还是及时返回了古树巷，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而藏匿在送水车上的赃款，同样也是原封不动。这又和你预想的一样。紧张的一刻终于过去了，这时候你才开始了真正的补胎。你手脚麻利，毫不惊慌，很快就收拾好了一切。等忙完这些，那个出门遛鸟的张大爷回来了，正好见证了你的拟偷。终于，你带着你的赃款离开了古树巷。而那个时候，我们刚刚接到报警，正在金鑫典当行四下忙碌。没准，当时你就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看热闹。那天我确实在现场看热闹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确实没闹清楚。你坐着武强的出租车去了苏州，当然你是去藏匿赃款的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你刚刚通过了胡明军的检查，就得到了一个消息，你老家的拆迁款到账了。
明辉，东升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拆迁的补偿款到账了，你们家一共是24万3800。明天一早呢，我安排财务直接打到你的卡上。真的假的？是这样的。我说这个命运呢，就是捉弄人呢。